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海军传来的好消息，国产 IDS 潜艇的下水仪式和测试终于完成了。这艘代号为1168潜艇的国产 IDS 原型船于9月28日在台湾国际造船公司，也就是台船，成功完成密封工程。整个船体的硬壳和软壳密封焊接工作也已经顺利完成。9月份，总统将亲自主持相关会议，并为这艘潜艇命名，同时举行启动仪式。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台船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公司？为何蔡英文总统会把潜艇制造任务交由其承担呢？台船也就是台湾造船业的标杆企业，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作为台湾内最具指标意义，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造船厂，台船总部位于高雄市，下辖基隆、高雄2个厂区。台船高雄总厂于1975年建成，坐落于高雄市小港区的临海工业区内，其扩建曾列入蒋经国1970年代10大建设，也是10大建设中最早完成的项目工程。2008年，台船完成民营化，但台湾当局仍然是最大股东，至今董事长仍由台当局官派任命。当我们来到高雄厂区，你就会看到标有台湾国际造船大字的巨无霸吊车，这也是高雄地标之一。台船宣称，高雄厂区具备承造100万吨级船舶的能力，最大年产出为10艘100万载重吨船只。基隆厂适合承造30万载重吨级以下的船舶，最大年产出在6艘左右。目前台船共有约3000名员工。按照蒋经国10大建设规划，台船的设立肩负着支持航运、贸易、防务及发展关联工业等多个目标任务。但资料显示，台船近年来90%的业务都是商船业务，包括商船建造、离岸工程、海洋、顾问与服务4大领域。主要客户为台湾货柜三雄及长荣海运、阳明海运、万海航运，以及中钢、台电、中油等公营公司。不过，台船收归为台当局经济部下辖之公营事业单位以来，支援防务建设一直是台当局下达给该厂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台船其实是台当局的军工企业。因此，台湾国防部、海巡署也是其业务来往单位，可以说它的作用举足轻重了。有点跑题，我们继续说回 IDS 潜舰。根据国务院报告，剑龙级潜艇目前的下潜深度大约为300米。然而，专家计算发现，IDS 原型船的下潜深度大约在350至380米之间，比剑龙级潜艇深50至80米。这表明 IDS 原型船的下潜能力超过了剑龙级潜艇以及中国目前服役的所有柴电潜艇。根据已完成的设计图纸，台船硬壳在焊接后按照标准操作程序 SUP 完成。这个过程包括在压力壳顶部焊接一层称为类环的结构，最终完成焊接的软壳。因此，整艘 IDS 原型舰除了第4舰段外，其他舰段如第1舰段、第2舰段、第3舰段以及第5舰段和第6船段之间都有软壳覆盖，只有第4舰段配备的是耐压壳，俗称为硬壳。中科院官员表示，通过这种构造方法， IDS 耐压壳能够通过软壳进行保护，从而增强其对深海压力、船体变形、水下爆炸、冲击和疲劳损坏的抵抗能力。在国产潜艇的最新工程进展中，还包括焊接最外层软壳层、施工最外层防锈涂层和吸音涂层、铺设潜艇顶部甲板和安装相关管道等。同时，对最困难、最机密的 X 型尾舵进行了改装后的安装，已经完成。然而，在命名 IDS 原型舰时，近年来的水面舰艇和国产教练机永鹰号都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的。而国产潜艇同样具有象征性的历史，潜艇的定位非常重要且独一无二。因此，第1艘潜艇的命名将会由总统来决定。目前，海军现役潜艇包括卡皮级潜艇、海狮号舷号791、海豹号舷号792、海龙号舷号793的剑龙级潜艇和海虎号舷号794的剑龙级潜艇。然而，国产潜艇的编号将从7开始，但不会以79开头。这是因为国内潜艇制造公司计划建造8艘潜艇。如果编号以79开头，那么新潜艇的编号将以8开头，与目前潜艇部队中以7开头的编号不协调。此外，据报道，海军正在考虑将国造的第1艘潜艇命名为海鹰。
目的也是为了和国造教练机的名字相呼应。然而，国防部拒绝证实此事，并且澄清了一个事实：该潜艇的命名来源于海昌计划的初衷，而台湾舰艇的国产潜艇也是在海昌大厦生产的，因此将第一艘国产潜艇命名为海昌级潜艇更合适。不过，最终的命名决定仍需由海军司令部做出，国产潜艇工作组将提交建议，由蔡英文总统最终决定。目前 IDS 原型船的一部分船体已经完成密封工作，并且已经完成了 UT 超声波检查、MT 磁力检查以及 RT 放射性检查等检查工作，所有工作都按照计划和标准进行。下一步计划是在9月28日在工厂举行启动暨命名仪式，仪式结束后将立即进行 FAT 工厂测试。这个测试的意思是，海军256战队的官兵们在建造潜艇、接收潜艇后，会共同对各个系统进行实际验证。完成 FAT 后，就会使用拖车将潜艇移至潜艇干船坞，随后进行 SAT 出海测试。而完成这些测试，预计怎么也需要1年的时间。根据计算机大数据模拟，国造的潜艇 IDS 原型潜艇采用了 HSLA 80 CRHS 56高强度低合金钢板，比海军目前使用的 FE 510高强度钢板具有更高的强度和抗压能力，因此 IDS 原型潜艇的最大潜水深度预计可达400至500米，远超剑龙级潜艇的300米左右。由于安全考虑，第一批国产潜艇虽然定出了深潜最大压力，但是这个数值会比较保守，目标定为比剑龙级潜艇深度还要深50至100米的区域，而这个深度大概是在400米左右，比目前中国柴电潜艇的下潜深度要深。这个深度也将会为台湾海军的潜艇提供优势，共产党军队可能会对此感到担忧，而并不清楚台湾海军到底会在哪里伏击。最后，我想补充一下，考虑到新潜艇的数量和种类，舰体数量需要进行调整。不过，我仍然认为应该采用7系列计划，当然了，这是在讨论如何编码那个数字编号而已。此外， IDS 原型舰计划装备18枚美国 Mk48 大型鱼雷，而不像现在的剑龙级潜艇那样，同时配备重型鱼雷和潜射导弹。不过，国防部表示，未来首次量产国产潜艇将配备美制 Mk48 大型鱼雷和潜射鱼叉导弹，以提升攻击力。最后再补充一个小道消息 ，IDS 28号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建军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了，因为就在这一天，台湾国人首艘自制潜舰的原型舰已完成封壳及涂装作业，并正式在国人面前亮相。当天上午，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参与潜舰国造原型舰命名暨下水典礼，而且总统蔡英文替海军首艘国造潜舰 IDS 正式命名为了海鲲号，舷号是711，并置评下水。不过会场保密措施严密且不开放，仅包括国防部长邱国正、总统府国造潜舰专案小组召集人黄曙光、国安高层及立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以及参与造舰人员在场见证历史时刻。为防止泄密，据知当天典礼会场在台船厂房内举行，未受邀人员一律无法进入，且入场人员禁止拍照，要先安检交出手机、相机等物品。奇怪的是，在国军建军史上的高光时刻，总统府却仅带府县记者参加，禁止专业军事线记者前往采访。据了解，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潜舰最重要红区装备电池和桅杆，或者也有人说是电池及潜望镜还没完成装配，而且担心被一些懂行的军事记者添油加醋大做文章，所以仅邀请府县记者前往，以免报道失焦。不仅如此，由于这是国家重大国防成就，因此相关单位极其重视，也非常保密。国防部很早就表示，因为原型舰仍在保密状态，所以官员们都以 IDS 原型舰海鲲号舷号711代替新舰。舰场也能看到除前舰首以大型国徽包覆进行保密，不会露出鱼雷发射管。后方舰尾阵叶与舰身下方的声纳阴骨也会有布幕包覆盖住，舰身甲板则分别挂上国旗3色布作为装饰。典礼一开始，受邀人员必须在观看长时间记录拍摄剪辑而成的潜舰国造建造的过程影片后，才可以正式进入典礼程序。我们都知道，国造潜舰是国军建构不对称战力的关键。潜舰专案小组召集人黄曙光在这之前曾表示，他们的目标是2025年剑龙级潜舰2艘，加国造 IDS 潜舰1艘，
共计3艘，2027年再完成1艘，共4艘。未来，台湾的前舰部队除了在台湾西南海域执行守备国土任务，也可以部署在台湾东南、东部海域，乃至苏澳至日本与那国岛间的水域，重点在于截断共军进入第一岛链包围台湾的目的。依据目前公布的资讯显示，首艘国造自制防御性前舰 IDS 原型海鲲号，长约70公尺，宽约8公尺，高度约18公尺，排水量约2500吨至3000吨，为 X 型纬度，配有6具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枚 NK-48 Mod-6 重型鱼雷，前射 UJM-84 鱼叉反舰飞弹等武器。根据黄曙光的说法，海军方面会以美国军售为主，在台是以商售办理，这样较有保障。至于命名，因为在前舰封壳完成后，就象征船的生命诞生，所以会立刻办理命名仪式，而命名者自古也都有女性担任，赋予船舰祝福。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还在讨论这艘国造前舰 IDS 究竟会如何命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于命名海鲲号，想必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应该想到了，这是来自于庄子逍遥游的那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岛，不知其几千里也，取其神秘难以掌握的意思，也是形容国造 IDS 前舰在海中不但神秘，又让敌人难以掌握。回顾历史，1969年与1994年，中华民国2次向美提采购前舰，但是都遭到美国以前舰具有攻击性为由拒绝。直到前总统李登辉任内成立前舰专案办公室，试图获得8艘前舰。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同意批准含8艘柴电前舰在内的对台军售案，但又因为台湾内部政党不同意见，加上美国1950年代末期已经不生产传统动力前舰，而且美国海军内部也有其他意见，导致最终没有下文。马政府执政后期，在时任海军司令陈永康上将主导下，2014年推动自制防御前舰计划，加上美方反对中华民国前舰国造态度趋缓，2015年下半年，马政府完成前舰国造案规划，向立院送出预算案。蔡英文上台后力推国防自主，认为其中前舰国造是重中之重，才得以让海昌计划正式编列预算启动。之后国防部投入将近493亿新台币打造原型舰，2020年11月24日开工，2021年11月16日完成安龙仪式，代表第一个建造的船段完成。原型舰共分7个船段，2023年9月中完成封壳，也就是船段组合，9月28号则是进行下水。接下来10月1日起展开泊港测试海，预定2024年4月1日前完成。紧接着就会进入海测赛阶段。前舰专案小组召集人黄曙光期盼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交舰给海军，成为国防自主手与海军发展不对称战力的重要装备。那么其中潜舰不仅能够大幅提升我们海军不对称的作战能力，部署在本岛的西南跟东北水域的前舰更能够有效的吓阻、围绕、包围台湾。蔡英文在这次致辞的时候，以历史将会永远记得这一天开头。他说，过去前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前舰就在大家眼前，我们做到了。对于国舰国造，蔡英文强调，国防自主关乎国家安全，就算需要承担风险，挑战再多，台湾也一定要跨出这一步。也感谢所有投入这项任务的伙伴。前舰国造是一个从无到有、漫长又曲折艰辛的过程，尤其前舰是造船工艺的最高标准，又是台湾第一次自制前舰，挑战之大不言而喻。这些压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很难体会。前舰国造的计划是守护台湾海疆重要的战力。蔡英文强调，我们已经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希望未来朝野都能继续不分党派，以国家安全为重，继续支持后续前舰的建造，支持台湾的国防产业，让台湾更有能力守护自己，在产业发展上也更有全球的竞争力。蔡英文说，各位伙伴的努力不仅为台湾国防自主立下新的里程碑，更为海军、为国军争气，为台湾争光。历史也会记得每一位为此付出的伙伴。未来海鲲舰将承载着台湾坚韧勇敢的精神，深潜在海面下，静静地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着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成为台湾破浪前行的力量。郑文龙说，多年来团队静静推展工作，并不代表建造过程顺利，而是十分曲折，但团队以超乎常情工作态度，承担所有压力，突破所有挑战。这些挑战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出现再出现，团队也一次又一次面对，
突破及解决。全案参与的人员包含台船、中科院、海发及256战队，总共将近1000名。郑文龙感谢所有参与人员家眷们的包容、忍耐、谅解及配合。此计划的7年执行过程，就像一场长期且全天候的战斗任务。若没有家眷的谅解及配合，绝对走不到这一步。与此同时，封在船壳中的设备及技术一样，有些不会为外人所知，但将会在台湾前舰自主建造史中留给后人一段史诗级记录。这似乎也在暗示，海鲲号内部的设备和技术虽然没有办法公开，必须要保密，但是相对于以往来说，做出了更大的突破，比以往会更加出色。在这里呢，我也期待海鲲号未来的表现，也期望台湾会永远自由和民主。好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